两匹马各拉一辆货车，一匹马走得快，另一匹马则慢吞吞的。于是主人把后面的货全搬到了前面的车上，后面的马笑着说：你越努力，干的活儿就越多。谁知主人后来想，既然一匹马就能拉车，我为什么养2匹呢？最后懒马被主人卖掉了。这就是经济学中的懒马效应。如果让老板觉得你可有可无，那你离被踢开的日子就不远了。有一个圆被切去了一块，他非常想让自己恢复完整，于是他四处寻找被切去的部分。因为残缺不全，它滚动得很慢，因此一路上他能欣赏花花草草，还能和毛毛虫聊天，很快乐。一天，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碎块，他很开心，欢快地把碎块拼上，他终于又成为一个完整的圆，能飞快地滚动了。但是他发现，因为滚动得太快，他再也无法细心地欣赏这个多彩的世界了。最终他还是把补上的碎块丢在路旁，重新开始慢慢滚动，享受悠闲而又多彩的生活了。一个猎人在湖边张网捕鸟，不久便有很多鸟飞入网中，猎人赶紧收网，没想到网里的鸟太多，力气很大，竟然带着网飞走了。猎人只好跟在后面拼命追赶。一个农夫看到了，对猎人说：算了吧，你跑得再快，也追不上会飞的鸟啊。猎人却信心十足地说：不，你错了，如果网里只有一只鸟，我恐怕真的追不上，但现在有这么多鸟，我一定能追到。果然，不一会儿，因为所有的鸟都想回自己的窝，于是有的往东飞，有的往西飞，乱作一团。最后那群鸟跟着网一起落地，被猎人捉住了。猎人之所以认为自己能追上那群鸟，是因为他看到了那群鸟的致命弱点，它们目标不一致，因此它们坠落下来是必然的。一个人路过一片工地，看到3个工人正在砌墙。路人问他们在做什么。第一个人说：在干活。第二个人漫不经心地说：在赚钱。第3个人快乐地说：在建一座美丽的宫殿。若干年过去了，前2个人依旧在砌墙，而第3个人却成了建筑工程师。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平凡的工作其实正是大事业的开始。能否意识到这一点，决定了你能否成就一番事业。一个人只有把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当作是一项不可多得的事业，而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才能获得成功。地球上的水尽管储量丰富，但能直接被人们生产和生活所用的却少得可怜。首先，海水又咸又苦，不能喝，不能浇地，也难用于工业。其次，淡水只占总水量的 2.6% 左右，其中的绝大部分又被冻结在南北两极和冻土中，无法被利用。只有不到 1% 的淡水分布在湖泊、江河和地底下，与全世界总水量比起来，淡水量只是9牛1毛。在人际交往中，有些人总是拿着放大镜看别人，这样往往会突出别人的缺点，也使得自己无法信任他人。相反，有的人则是拿着望远镜看别人，
因而他们始终能够欣赏到别人美好的一面。但这并不是说放大镜就没用了，放大镜应该对准自己，而非别人。如此一来，放大镜和望远镜就都能发挥出它们最大的效用。春节期间，由于天气寒冷，很多市民放弃了原定的旅游计划，转而走进书海，享受文化大餐。据国家图书馆统计，仅初一到初三这3天，国图就受理咨询业务700余次，而直接来馆借阅的读者更是络绎不绝。到书店购书也成了今春的新时尚。北京图书大厦等大型图书市场，春节期间都销售火爆，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2%。记者注意到，除以往热销的小说类、科普类读书以外，适合成人阅读的情感类漫画书也格外走俏。虽然这些简单的图画和寥寥的文字看起来更像儿童读物，但是却大受成年人的追捧。专家分析，这种成人阅读的儿童化倾向是由于紧张的生活节奏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他们渴望通过漫画等轻松的休闲读物，重温儿时的无忧无虑，从而达到减缓压力、调试心态的目的。人类从斑马的身上得到了启发，把人行横道专门涂成白色的斑马线，从而达到指示行人和引起司机警觉的目的。在我们看来，身披斑马线的斑马出现在绿草如茵的大草原上，色彩对比太过强烈，简直是太容易暴露目标了。但是对于斑马的主要敌人狮子来讲，斑马线却能起到良好的伪装效果。因为狮子是色盲，所以在狮子眼里，远处那群边吃草边散步的斑马，就像风中摇摆的野草。学生愁眉不展地问老师说，为什么我最近学业进步的这么缓慢呢？老师思索了一下，笑着说，我先给你倒杯水喝吧。于是拿起水壶往杯子里倒水，水很快满了，但老师却没有停下来。学生见状连忙说，水已经满了，您别再倒了。老师放下水壶对他说，你看，学习和倒水是一个道理，如果杯子里没有空间了，倒进去的水都会流出来。一个人学习新知识的时候，一定不能被固有的知识和观念束缚，否则就很难取得进步了。监狱里的犯人的书信一般都要经过检查。从前有一个囚犯收到妻子的来信，信上说，亲爱的，春天到了，我该在哪儿种土豆呢？囚犯知道翻地很累，就回信写道，你记住，咱家后院那片菜园不要翻挖，有些枪支就埋在那里，但具体位置我忘了。过了几天，妻子来信说，收到你的来信没几天，就有调查人员上门，把后院菜园全部深翻了一遍。囚犯回信说，现在你可以在那儿种土豆了。一位著名的企业家在做报告时，有听众问，你取得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企业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拿起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圈，只是并没有画完，留下了一个缺口。他反问在场的听众，这是什么？0。令人遗憾的是，听众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回答起来。企业家听了摇摇头，否定了这些答案。他说，其实这是一个还没画完的句号。如果说我的成功有什么秘诀，
那就是我从不希望一次把事情做到完美，而是不断地寻找改进的空间，不断完善。中国有个成语叫成家立业，意思是要先结婚，有了稳定的家庭，才能专心发展事业。近日，一项调查就此问题走访了北京、上海、广州等10个省市的1073对年轻夫妇。结果显示，10省市平均结婚年龄为男性29岁，女性27岁，这比10年前的平均结婚年龄要高出不少。看来，现在的年轻人似乎更愿意先立业再成家。一个小男孩想把一盆花搬到院子里，可是那盆花太重，他怎么也搬不起来。父亲见了，在旁边鼓励他，只要你全力以赴，就一定能搬起来。但是小男孩使了很大劲儿，也没把花盆搬起来。他对父亲说，我已经用尽全力了。父亲摇了摇头说，你没有，因为我就站在你旁边，你却没有向我求助。全力以赴是想尽所有办法，用尽所有可用资源。一个牧民养了几十只羊，他白天放牧，晚上则把羊赶进一个用柴草和木桩围起来的羊圈内。一天早晨，牧民去放羊时，发现少了一只羊。原来羊圈破了个洞，夜里有狼从洞里钻了进来，把那只羊叼走了。邻居劝他赶快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洞，可他却说，反正羊已经丢了，再修羊圈有什么用？谁知第二天早上他去放羊时，发现又少了一只羊。原来昨晚又有狼从那个洞钻进羊圈里，叼走了一只羊。牧民这才后悔没有听邻居的劝告，及时修补羊圈。于是他赶紧堵上那个洞，并对整个羊圈进行了加固，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以后，牧民再也没有丢过羊。在人际交往中，人们留给交往对象的最后印象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它甚至直接决定着单位或个人的整体形象是否完美，以及起初完美的形象能否维持。这就是末轮效应。末轮效应强调事情结尾的完美与完善，要求人们在塑造单位或个人的整体形象时，必须做到始终如一。拿送客礼仪来说，每次告别时，我们都要以将会再次见面的心情来送别对方。送客工作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影响整个接待工作，使接待工作前功尽弃。有个人开了一家旅店，为了吸引顾客，他把旅店布置得很温馨，并竭尽全力为客人们提供优质的服务，收费也很公道。但不知为何，前来住店的人还是很少，他非常苦恼，于是向一位朋友求助。朋友说，我有个主意，你把旅店的名字改成5个铃铛，然后在门口挂上6个铃铛。这样做太奇怪了，能有用吗？你试试就知道了，朋友微笑着说。无奈之下，他只好照办。结果，很多路过旅店的人都会走进店里，给他指出这个错误。而当人们走进旅店时，便会被里面的设施和服务吸引，就会留下来歇息，这样就给店主带来了不少生意。散文家林清玄的书法很好，有一次朋友请他写一幅字，他考虑再三，写下了“
常想124个字。朋友看了便问他是什么意思。林清玄说，人生不如意的事10之8九，但扣除8、9成的不如意，至少还有1、2成是如意、快乐、欣慰的事情。要想拥有快乐的人生，就要常想那1、2成的好事，这样才会感到庆幸，懂得珍惜，不至于被那8、9成的不如意所打倒。现在自动门的种类越来越多，构造也越来越简单。目前比较常见的自动门是地毯式自动门，这种门通常门前会有一块地毯，地毯下面有一条电线与电源相接。当人站在地毯上时，地毯上的重量增加，电源就会被接通，门便打开了。人进去后，地毯上的重量减轻，电源就会自动断开，几秒钟后门便关上了。